而萧炎也知道，天空之门中肯定存在吴雪身世的线索，只是想要知道那线索，就必须踏入天空之门。一旦踏入天空之门，萧炎的神之路就会被卸掉，取而代之的乃是天之路。但是进去天空之门后，虽然那知道了真相，但也永远回不到自己原本的世界中。天空之门，白光丹神塔塔主一听，则是陷入了沉思。对于这件事情，即便是他都没有任何的头绪，并且一道天空之门的力量竟是如此恐怖，直接击败了神奇联盟盟主以及9大副盟主，甚至是背后那位大人物的分身。天地间怎么会有如此恐怖之物？不过丹神塔塔主也不傻，既然那个地方是跟吴雪有关的存在，那么想必那道天空之门和白光的力量与吴雪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同时，雪儿的身份在丹神塔塔主的心中有了更高的含金量。雪儿，你究竟是何身份？一道天空之门就可以将神奇联盟盟主以及高层人物一同击败。这一刻，丹神塔塔主对吴雪的身份感到了万分好奇。虽然这一次萧炎他们前往那座神秘之城并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，可是也间接了让他们发现吴雪恐怕非常的不简单。几位神长老们，待会你们吩咐下去，让更多的弟子把守丹神塔外界，以及去探查最近神奇联盟的一切动静。既然对方盟主亲自前往那个地方夺取那一物，想必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谋划。是，塔主大人。10大神长老齐声回应道。对了，刚刚我得到神元宫那边给的消息，他们那边的气运之物发生了异常，正在逐渐的消失不见。丹神塔塔主将刚刚得到的消息对着众人沉声道。众人一听，心神一凝，10大神长老更是脸色一变，道：气运之物消失？但是对于萧炎、灵动木尘和花仙子云云来说，对神元宫还是了解的不多，疑惑的询问道：气运之物消失是什么？气运之物乃是神元宫修炼的一大助力资源，那是由他们独有的气运之力所凝聚而出的。在神元宫建立以来，气运之物一直都是缠绕他们的运先锋。可是就在这几天，这些气运之物异常消失。听元尊说，似乎是诸神万界有了新的变数，而且这种变数对于整个诸神万界隐隐间有着一场浩劫要发生。变数浩劫，萧炎、灵动木尘等人对于这件事情感到了十分的凝重。那元尊前辈是否知晓如今的变数是怎么一回事吗？灵动的声音无比低沉。闻言，丹神塔塔主摇摇头道：还未追查到变数的源头，元兄也利用气运之力去窥探变数的源头所在，可是却无法深入，唯一的线索是一道神影。神影？众人有些好奇，为何线索是一道神影呢？难道说如今诸神万界的变数是由那道神影所为？除了这道线索之外，还有其他吗？一直没有说话的花仙子云云开口道：因为只有一道神影这类线索，根本无法更切确地知晓其中的真相。丹神塔塔主也极力地在回想刚刚从元尊那里传来的消息，是不是有什么遗漏了？突然他灵光一闪，目光扫视了一些众人，然后缓缓开口道：我记得元兄给的信息当中，那道身影时出现神藏之中。神藏？虽然之前听到过关于神藏的传言，但是萧炎、灵动木尘以及花仙子云玉也没有过多的了解到神藏的由来，只是知晓那位元尊前辈似乎就是因为进入过神藏之中，出来后自身的实力得到巨大的提升，并且至此也创立了神元宫，但具体的神藏中究竟有什么，他们并不知晓。丹神塔塔主见萧炎、灵动木尘他们不知道神藏具体是什么，便开始讲解起来。你们才飞升第1等级世界不久，自然不了解神藏，接下来我便与你们讲讲神藏的由来。丹神塔塔主的声音在小世界中回荡，他的话语如同晨钟暮鼓，沉稳而有力。萧炎、灵动木尘、花仙子云韵等人的目光专注，如同追随着智慧之光。丹神塔塔主的手掌轻轻摊开，一个微小而散发着淡淡能量光球便是出现于他的手掌心之上，能量光球旋转着，仿佛包含了无尽的大宙的奥秘。丹神塔塔主再次开口，声音中带着一丝庄严：神藏乃是大宙之心所孕育的奇迹，它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小宇宙，在那之中，物质与能量的规律不同于9大界，你们所熟知的能量法则在那里也许会被重新定义。闻言，众人的瞳孔紧缩，心中涌动着对神藏这个小宇宙充满了好奇与渴望。丹神塔塔主继续解释：神藏中的宝物琳琅满目，它们或静默无声，或光芒四射，每一件都蕴含着不同由大宙之心所孕育而出的能量精髓。你们应该也知道，9大界的每一个大界都有一颗苍穹之心，而大宙也同样有一颗大宙之心。大宙之心所蕴含的能量远远高于9大界中所有的能量总和，而神藏之中的每一件宝物都是由这样一个大宙之心所孕育产生。你们可以想象，神藏中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9大界中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比拟的。除了数不胜数的那些宝物之外，神藏中还有诸多的特殊机缘，更是还有着外界都没有的大道机缘。它不同于大道机缘路，这里所诞生的大道机缘可以不用自身去领悟自身的大道。塔主的声音低沉而充满魔力。不用领悟自身的大道？
这句话直接让萧炎、灵动沐尘以及花仙子云云等人感到有些震惊。他们如今能够成为大道主神，就是因为自身要经过一场领悟所修之道的奥妙，并且那个过程非常的艰难与艰苦。可如今，从丹神塔塔主的口中得知，神藏中的大道机缘根本不需要自己领悟，这可直接给他们愣在了原地。丹神塔塔主见状，也是猜想到他们心中所想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不用去领悟自身大道，便成就大道主神。这就是神藏能够引来整个大洲的那些神奇强者的蠢蠢欲动原因之一。即便你只有一重天位神的修为，只要遇上大道机缘，便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到大道主神。其实上一次神藏降临的时候，我也进去过，可就是没有元兄那般运气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丹道机缘。当然，我也从里面得到了属于适合自己的宝物，就是之前让萧炎你炼制造化菩提丹给为师的神农鼎。”此话一出，萧炎、灵动沐尘等人面色微微一变。神农鼎也是从神藏中获得来的，那可是一道超越绝世神器的造化神器啊！没想到塔主师傅的神农鼎竟是从神藏中夺得，这还真是让他们大吃一惊。更重要的是，遇到其中的任何一个大道机缘都可以突破成为大道，这样的一个机缘外界可是没有的存在，唯有神藏之中才存在这样的一个让人梦寐以求的大道机缘。神藏中的那些宝物和机缘也是最难以捉摸的存在，它们不以物质形态呈现，却能引人触摸到一丝真理。只有自身感受到了这样的真理，凭借着一大道机缘，就能够一举突破大道主神。之前元凶飞升第1等级世界也不久，也就是借助着神藏的降临，获得其中大道机缘，得以突破自身的桎梏，才有了如今的成就。萧炎、灵动沐尘以及花仙子云云的心灵深处似有火花点燃，对那虚无缥缈的大道机缘，他们忽然生出一股强烈的追求之意。虽然他们已经是一位领悟自身完整大道的大道主神，可是同样可以从中寻得一些大道机缘，让自身的大道修为进入更深层次的领域，来提高自己的大道神力。丹神塔塔主的话语渐渐落下，小世界中的气氛却异样的安静。萧炎等人沉浸在对神藏的遐想中，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对未知机缘的渴望与对更强力量的追求。神藏，这个由大宙之心所孕育诞生的小宇宙，正如同一颗神秘而诱人的明珠，等待着他们去探索其中的奥秘。师父，那除了神藏中有造化神器以及大道机缘外，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萧炎为了能够在神藏中脱颖而出，就必须多了解了解关于神藏的一切信息。不过从塔主师傅的口中得知，这神藏并不寻常，更不是9大界任何一方遗迹可以比拟的存在。毕竟神藏那可是大宙之心孕育出来的小宇宙，而大宙之心的能量比起9大界的所有总和能量还要强大很多很多。不愧是我的好徒儿，你问到重点上了。丹神塔塔主的声音如同晨钟暮鼓般响起，轻轻拂过在场众人的耳畔。他的目光温和而深邃，仿佛能看透人心。刚刚我说的只是神藏中的冰山一角，这一次神藏降临乃是下篇。丹神塔塔主的语速不急不缓，每一个字都似乎蕴含着神藏的无尽奥秘。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巨大的信息量，使得原本对神藏略知一二的众人顿时感到一阵茫然。神藏下篇？萧炎、灵动沐尘、花仙子云云带着不解的疑惑，声音中有着难以掩饰的震惊。丹神塔塔主微微点头，接下来他的声音无比的庄重起来。神藏的奥秘远超你们的想象，神藏上篇不过是序章，他引出了这场大戏的主角，而现在神藏下篇真正的主角也都即将登场，神藏下篇才是真正的大幕开启。丹神塔塔主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笃定，小世界内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，众人屏息凝神，等待着他接下来的话语。神藏下篇是那神藏上篇的延续，也是最后的升华。神藏下篇不仅仅是那些宝物、造化神器以及大道机缘的集合，更是还有着造化机缘的降临。丹神塔塔主的话音刚落，众人脸上都露出了震惊之色。造化机缘，萧炎他们都知道，造化机缘就是能够让自身突破造化的一个大机缘。这神藏究竟是什么恐怖的存在？在9大界造化主神几乎不超5指之数，想要突破登临造化更是微乎其微。这一次丹神塔塔主能够突破造化之境，主要是借助着造化菩提丹的力量，不然的话，再给他100年万年的时候，都恐怕难以成功突破。不过这造化机缘与大道机缘不同，因为这造化机缘可不是找到了就可以将其拥有，甚至一不小心还会被造化机缘所吞灭，消失在天地间。讲起这造化机缘的时候，丹神塔塔主的面色非常的严肃，甚至即便是他现在已经突破造化之境，都带着一丝忌惮与恐惧。